可是我就算不动这个，你的力来，我走了。然后改變個角度。对啊，哦。我走了。角度這個力度就对嚟就咩？对，所以你的力量再过来，我一直在变这个，我一直在变这个。哦。你嘅力度就沒有了。没有了。力度就沒有。哦。对啊。我这样子。对啊。然后我继续。换你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来，下一个。老师，那我需要借他的力量把自己往这边动吗？因为他是从你这个手一翻，你就过来了。啊，是吧？对啊。好，继续。所以他打我。他打你这个手，你也是过来，因为你也打他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他不在示范嘛。你也一样啊。哎，对了。啊。这样子嘛。那他在他在扳我的手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可以先动。废话嘛，就他一扳你就这样子你就这样打了嘛，听不懂？啊。所以他抢的话，我就是要移动的时候打不到他，我要自己。移动的时候就没有强弱之分了，因为在移动嘛。有强弱之分是什么？有强弱之分是我们两个都没动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都没动，在这边有强弱之分啊。我在移动的时候有什么强弱之分呢？这样不懂？看谁快。就我在动嘛，我跟没有在地上啊，我没有跟你产生阻力啊。我本来想，如果他突然，我没想象他那么强，他打我，我如果打，随便打，他打，我本来觉得我能够挡到他，但是他很强，我如果没有把自己推开，你不是退开，是你一翻就走，你是往那边走，你不是退啊，因为这个是一样的，这跟那个是一样的，这个一翻你就往这走了，所以这个一翻嘛。这个一翻你就往这走了。我不要等到我发现他比我强。对啊，对啊。不管他要弱还是。移动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。不是说他想才动，就是你要移动，你们两个都要移动。为什么移动？第一个是不要去阻挡他的力量。第二个是你要去移动到对你有利的位置，因为他打你一定是他采用他对他最有利的位置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移动到一个对你有利的位置，听不懂？啊，我们讲力大力小啊，你来好了。力大力小，他的力量比我大，是在什么条件下？我们两个都不动，在这种情况下面有力大力小的区别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如果一直在动呢，我在动有没有力大力小的区别？他的力量很大，可是我一直在飘，我一直在飘，有没有力大力小的区别？啊，没有。所以当你可以一直在动的时候，就跟别人说啊，张飞力量很大，一杆枪一个石头可以丢很远。那孔明拿给他一个树叶，你丢丢看，力大没有用，力大没有用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一直移动的时候，我们在飘的时候，我就算跟他接触，他的力大。可是我这个地方我是一直在变的时候，它力大没有用，因为我跟它的角度啊，这个角度一直在变，它的力量没有施展，可以固定施展的一个方向的。我是轻的，我变成轻的，听不懂？所以当他打这个来，当他力量很大，你没有办法拦，他力量很大，可是。当你走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就无所谓大跟小了。
这样不懂？这就是移动。所以为什么弱小的人、瘦小的人，你的打斗一定要动，一定要动。一个动的东西，你的力量就没有办法施展上去。看不懂？接触点也动，步也动，身也动，任何你要移动你的身体的那个角度跟对方的角度，你的力点永远在动。力大就不是一个威胁了，那个时候速度比力量重要。啊，我说的速度不是说我在这边跑的速度，而是你这个变化的这种的速度，你感觉那个力量而改变它，你改变的这个东西，这个要快。晓得吗？它的力量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地方可以施展，力大力小就没有差了，听不懂？啊，力大力小只有在你去抵抗它的时候，你还是一样，你去抵抗它的时候，才有力大胜力小，强胜弱。它来，我不抵抗它呢，这个力量没有意义啊，听不懂？啊，这就是要变要动啊，以弱胜强就是这样子。你明明弱了，你还站在那边跟别人打，你不是神经病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战争当中，力量小的一方永远是打什么？永远是打游击战。力量大的一方都希望把它引到一个地方来打正面的正规战。可是力量小的永远分散，在跟你打游击战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武术的对抗也是一样，所以要练习脚步一定要会动，重心、身体的结构的转变要细腻，要细腻的动。好，你们再试试看。你在动，你不是光动啊，你是要找空隙啊。知道吗？找空隙去打他的弱点，啊，那废话嘛，你一直跑怎么行呢？这个卸力啊，是不是卸对方这个力？卸力。卸力，对啊，对。卸。有时候也不用刻意的卸啊，有时候不用不用你也不用说人家力来，你推进来，我来卸你的力。哦，有时候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就是你的力来，我这个接点的角度变了嘛。有角度力嘅重心。我也变了嘛。一般卸力是两个人都没动啊，我来卸力怎么样去转你？那是脚没动啊，圆心没有动。可是我就算不动这个，你的力来，我走了。改变个角度。对啊，我走了，角度这个力度就对了就变。对，所以你的力量再过来，我一直在变这个，我一直在变这个。你的力度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力度就没有。对呀，听不懂？懂。力量过去。哦。力量第一。就是当然是目标第一嘛，目标第一嘛。系啊。然后力量第二，力量带动身体。隻眼觀看到這個力量，跟住力量。不是这个的力量，這個眼是你产生的这个力量，产生的这个力，这个力，哎，身体产生的力量。即係自己身體這個。你一定要自己先產生一個力量，你的身體才跟着這個力動。這個不能帶動身體。對。它怎麼能帶動身體？是不是這個腳衝上來這個力啊？不是那個力，它是一個結構連接起來。結構。一個 net，
一个网嘛，是不是一个结构嘛？这个结构任何一个点动的时候，整个结构动。改变。对，这样懂吗？哎，对，好。包括能不能打这个问题，会不会是以前在宫保田那个时代，跟他有打的可能都已经被，所以才没有一种方式说，有些人呐、有些因为跟他打的也不会是无名小卒啊，对，他们输赢都不会讲的。有一些打就是他的学生啊什么被他打，那也是理所当然啊，是不是？对，理所当然嘛，也没什么好说的啊。对啊，啊，那有很多，比方讲在北京啊这种大城市，它不会有真正的打，它都是切磋，都是切磋，它不会有真正的打，因为那些地方已经有法律了，大家有大家的怎么讲交际圈规则，交际圈是不是？那种地方不会真正的打的，最多表演一下，切磋一下，大家都不伤面子，这样子。乡下就不是了，乡下政府管不到啊，没有法律管那么远啊，乡下才有真正的打，死就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一样了。那最近讲的国术，最近讲的东西，它都是从什么？都是从城市里面讲出来的。北京啊、上海啊、天津啊，这些大城市的。大城市跟乡下完全两回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是好奇说，会不会能讲的就已经没有活在世上了？也不会有人去讲这个东西了，因为他们是以生存第一，我讲出来妨碍到我的生存，我干嘛要讲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他们不会逞口头之快，然后去树立敌人啊，是不是？我说我打败了某某人，那他的所有的徒弟师兄弟全来找我了，那我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不会讲的，就跟电影里面叶问跟那个谁比试一样，门一关，出来以后大家都笑嘻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嘛，没有真正打，除非像这样说的那个陈廷华杀那个杨斌，是吧？那你陈廷华杀的也不是习武之人啊，他们不是习武之人啊，他们是兵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拿刀杀那些人，那你脱离刀的范围，人家用枪，你就死了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是陈廷华赢还是那些兵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些都不能当做佐证，这些都不能当做谁厉害谁不厉害，什么拳厉害什么拳不厉害的佐证，因为他们都是有条件的。对，我们当做，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当做前人留给我们的经验看，我们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去学到一些东西，是可以的。可是不能拿这个去做评论，在那个时代都是求生存第一了，